大家好啊！这几天其实有点忙，本来上次看了小梅的直播片段，就想整理出来做视频跟大家聊一聊，但一直拖到现在才有时间。3月8日下午，小梅在产后第13天开启了一场直播，当时刚好汪总和兰姐人在邯郸美乐城为麻六记的新店开业剪彩。我那天正好刷到直播，也跟着看了差不多1个小时，当时还立刻截了一小段转发给大家，想让一起追生活、追汪家日常的小伙伴们能够同步了解一下他们家的近况。说实话，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不知不觉在追一部连续剧。只要汪家这边一出新片段，我们就一起整理，一起看。大家一边看一边聊，其实心里都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一家人能越来越好。我当初在1年前开这个频道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一个很真实的感受，我开始怀疑，到底是我自己的判断有问题，还是很多人其实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因为那段时间，感觉每天打开手机，几乎都是各种营销号在带节奏，汪小菲天天被挂在媒体上，被各种放大、解读，甚至像公开审判一样反复讨论。看久了，真的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毕竟我一直觉得，任何一段关系，如果真的走到出问题的地步，绝对不可能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就比如这1年，我们其实一路看着他的人生在变化，从再婚、带孩子到处旅行，再到现在迎来新的宝宝，其实能看得出来，他的生活是一直在往前走的，一直在更新。但最近的舆论又因为他在直播里吐槽自己妈妈这件事，被重新拿出来放大讨论。这个时候，一些黑粉也就有了新的理由出来带节奏攻击他。说实话，这件事我个人其实也不太赞同他在直播上吐槽自己的妈妈，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企业老板，也是一个公众人物，他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无限放大和解读，这样不仅可能影响自己的事业，也可能打破现在好不容易才慢慢恢复的生活安宁。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家人之间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其实沟通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如果什么都不说，一直压着不解决，问题只会在那里越积越多。等到有一天真的爆发的时候，反而可能会变成更大的矛盾。所以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争论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还是看后面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化解。其实这几天我好像有点能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汪小菲的情绪会突然爆发。大家都知道，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嘴里，叙事方式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兰姐本身就是一个表达非常外放的人，她讲事情的时候，往往会用一种比较夸张、比较戏剧化的方式去描述。就像当初她在直播里讲孩子出生的场景，也是用一种很生动、很有画面感的方式在表达。一点没让妈妈受罪，初期生的自己来的，15分钟就来了，特别省心。到现在我就没听她哭还睁眼。我当时其实也听到了那一段直播，当下心里就有个感觉，这里面多少是有一点夸张的。因为只要生过孩子的人都知道，生产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太可能完全不让妈妈受罪，尤其如果是顺产的话。当然，每个人对疼痛的感受确实不一样，这一点我也很理解。但我自己是生过孩子的人，所以对头胎生产的那种疼痛其实特别能共情。像我当时生第1胎的时候，整整疼了12个小时，而且情况也挺像小梅的，宝宝也是提前了2个礼拜出来。顺产的那个过程，其实很多妈妈都知道，它不是一下子就结束的，而是一阵一阵的来，一环接着一环，疼痛是慢慢叠加，越来越明显的。所以当时我听兰姐用那样的方式去叙述的时候，心里其实就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表达方式，听起来很有画面感，但从生产的逻辑上来说，其实未必完全是那样的情况。所以看了小梅的直播，小梅是这么说的：抛的，其实那天有点紧急，就是离我的预产期其实提前了2个礼拜吧，所以那天是突然的，就突然就站起来，然后就破水了，然后就到医院，所以我自己本人也是很慌张，躺在那个病床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哭，就觉得天哪，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那时候破水了之后，他们就是要看，就是开几指嘛，然后他们就说，已经开那几指了，那你想选择就是你要破还是要顺？然后我说直接要跑，因为我害怕，我真的害怕，我很怕痛。其实小梅后来也说了，她最后是选择剖腹产。说实话，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管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其实都是妈妈自己的选择。医学发展到今天，这2种生产方式都已经很成熟了，医生也会根据妈妈和宝宝的情况给出建议，所以没有哪一种是绝对更伟大，也没有哪一种是更轻松。每一种选择，其实妈妈都要付出身体上的代价。这里我其实也挺想跟大家认真聊一聊，顺产和剖腹产到底会给妈妈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有时候在评论区会看到一些男生说一句很轻飘飘的话，比如不就是生个孩子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话我一般看到就直接删掉了。不是因为不能讨论，而是因为说这种话的人其实对女性生产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先说顺产，
很多人只看到顺产时自然生产，恢复好像比较快，但其实顺产对身体的消耗是非常大的。生产过程中，子宫会一阵一阵强烈收缩，很多妈妈需要经历几个小时甚至10几个小时的阵痛。阵痛并不是一次疼完就结束，而是一波一波不断加重的。有的人从宫口开始开到完全打开，整个过程可能要10几个小时。而在顺产的过程中，很多妈妈还会经历会阴撕裂或者侧切，这意味着产后不仅要恢复子宫，还要恢复会阴伤口。有些妈妈还会出现盆底肌受损的问题，比如产后漏尿、盆底松弛，这些其实都是顺产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所以很多妈妈生完孩子以后，还要专门去做盆底康复。再说剖腹产，很多人以为剖腹产好像不用疼，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剖腹产本质上是一台腹部手术，医生要切开腹部皮肤、脂肪层、肌肉层，再到子宫，把宝宝取出来，然后一层一层再缝合回去。整个过程虽然有麻醉，但手术之后的恢复其实也很辛苦。剖腹产的妈妈在产后几天里，伤口会非常明显的疼痛，尤其是第一次下床的时候，有很多人形容那种感觉就像肚子被重新拉开一样。咳嗽、翻身、抱孩子都会牵扯到伤口，而且恢复时间通常也会比顺产更长。更不用说以后如果再次怀孕，还要考虑子宫疤痕的问题。所以不管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其实没有哪一种是轻松的。每一个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妈妈，身体都经历了一场很大的消耗。很多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事情，好像只是一个新闻，一个话题，但如果真的站在一个妈妈的角度去理解，就会知道生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有些黑粉，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也希望大家不要在这里说一些带着情绪却没有基本理解的话。很多事情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其实很难真正体会。说回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也能看出来兰姐和汪小菲在叙事方式上确实很不一样。兰姐是一个表达非常外放的人，她习惯用一种比较热烈，甚至有一点夸张的方式去表达情绪。她更希望传递的是一种开心、热闹、充满正能量的氛围。有时候情绪先走在前面，至于细节是不是完全符合逻辑，反而没有那么重要。而汪小菲的性格相对来说会更直接一点，他有时候会更意事情本身是不是贴近事实，是不是被说得太夸张了。两种表达方式放在同一件事情上，就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差异。其实小梅在直播里有一句话我印象挺深的，她说不管是做妈妈还是做妻子，很多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本质上都是希望能够托举自己的另一半，也托举自己的孩子。这句话其实挺真实的，因为从很久以前到现在，在很多家庭结构里，女性往往都在承担一种连接者的角色。她们不仅要照顾孩子，也要在家庭关系里去调和情绪，很多时候还要在不同的人之间去缓冲矛盾。有时候外界只看到一个女人在某个位置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很少有人真正去想，她背后其实是在维持一个家庭的平衡。所以很多妈妈、很多妻子看起来好像只是安静的在生活里做了一些普通的事情，但其实她们做的往往都是在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家往更稳定的方向拖着。上头，而且我觉得亲妈就别说我了，就是我觉得我婆婆比我更了解我老公，就是她真的比我更了解我老公，所以她很像有的时候我老公可能说了什么什么，然后如果我反驳他，他可能会就更上头，你知道吗？后来我也是学了我婆婆，就我婆婆就是会先不说话，然后假装没听到，没有这回事，然后隔天就没这回事了。所以我现在也会学习我婆婆，就婆婆的角色也好，都是在托举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大家都想要就是家庭大家都开开心心的，那人有时候难免就是有一些情绪，或者是每个人毕竟个性不同嘛，对不对？但是隔天都好好的，所以你们不要太担心，隔天就好着呢，好着呢。我妈有的时候前2天我跟我妈吵架，然后我妈还说了一句，我妈说希望你儿子就希望你的孩子跟你一样。小梅也分享了自己在月子中心的环境。房间我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月子中心的房间，带你们看一下，它就是还挺大的，你们看看。就是这里一进门它有个玄关，然后呢进来有厕所，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厕所洗澡的，然后这里就是简单的一个书房什么的，然后还有衣柜，然后进来之后呢它有个床，然后这里有一个客厅，然后该有的东西都有，就是什么微波炉啊、冰箱啊什么都有，然后这里还有个按摩椅，还有个按摩椅。环境是不是很好？台湾在坐月子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很好。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在月子中心好好待1个月，很多事情都会被安排得很细致，有人照顾饮食，有人帮忙看宝宝，妈妈可以安心恢复身体，也不会给家里的长辈增加太多负担。其实，在我们亚洲的观念里，生完孩子坐月子一直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生产对身体的消耗真的非常大，需要时间慢慢恢复。我自己也经历过在国外生孩子，所以对这种差异感受特别深。我记得当时刚生完孩子，麻药都还没有完全退，全身一直在发抖，那种抖是真的控制不住的。就在那个时候，一个护士很开心地走进来，递给我一条冰棍，我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还很认真地问他，我是必须要吃这个吗？他笑着跟我说，很多妈妈生完孩子都会很喜欢吃冰淇淋。那一刻，我真的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文化差异。在很多西方国家，生完孩子好像很快就要恢复正常生活，有些妈妈几天以后就推着宝宝出门逛街了。但在我们的文化里，很多妈妈连床都还下不了，需要慢慢调养身体。所以，为什么很多长辈一直强调要坐月子，其实背后是有他们的经验和道理的。我自己当年因为在国外生活，也想着入境随俗，没有特别认真去养月子，现在回头看多少还是有点遗憾。有时候风一吹头就会隐隐作痛，也会忍不住想，这大概就是很多人说的没有好好坐月子的后遗症吧。所以看到现在像小梅这样可以被好好照顾，其实也挺替她开心的，因为一个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真的值得被温柔对待，好好恢复身体。小梅也说了，在月子中心只能待2个礼拜，原因是因为这个。为什么只待2个礼拜？因为杨阿姨现在不是不在嘛，然后杨阿姨不在台北的原因是因为，杨阿姨她在家，她家有好事，她家也有喜事，所以杨阿姨在好几个月前就跟我说，她今年过年就是一定要回家，然后因为他们家就是杨阿姨有儿子啊，她家儿子也有好事情啊，所以她必须过年要回去。这样你们听懂吗？虽然杨阿姨她是阿姨吧，她是员工，但是人家有家庭，对不对？她也是2个儿子的妈妈。杨阿姨之后也会变成奶奶，也会变成婆婆，那人家家里也有事情，我不能说过年就让人家不回家，是不是？所以那时候杨阿姨就事先好几个月前就跟我说，她要回去，就是老家那里，然后她儿子那边有点事情。说杨阿姨是不是被汪家辞退了？其实很多时候网络上的猜测就是这样，一点信息不完整就被放大成各种版本。小梅在直播里其实也很自然地回应了这件事，她说杨阿姨现在还没有回来，是因为回去之后再返回台湾需要重新办理签证，目前签证还在等待当中。这个解释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也等于让很多谣言自己就站不住脚了。很多在两地生活的人都知道，涉及到签证、出入境这些事情本来就需要时间和流程，并不是说想回来马上就能回来。有时候外人不了解真实情况，就很容易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空白，但当事人简单一句话，事情其实就说明白了。所以很多时候网络上的节奏看似很热闹，其实只要稍微冷静一点去听当事人的解释，很多所谓的故事也就自然散了。杨阿姨她在等那个签证，刚好回来的时候大宝二宝他们也开学了，他们比较早开学，所以我妈妈才暂时来帮忙一下。而且我妈愿意，我觉得每个妈妈都是在托举自己的儿子。你们看我婆婆不也是吗？我妈妈也是。就我觉得当妈妈的人都是想托举自己的儿子。你看杨阿姨也是啊，杨阿姨挣钱也不是为了家人吗？是不是？我觉得每个当妈妈的都是在无条件托举自己的小孩。就是我婆婆也是，然后我的妈妈也是，然后你看杨阿姨她远在就是湾湾工作，为什么？她也是为了要挣钱，要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家人。对啊，只要是女性，我觉得都不容易。所有的女性，不管你是妈妈还不是妈妈，是妈妈也不容易，不是妈妈也不容易，就每个人不容易。我觉得小梅说的真好。她说每个妈妈其实都想托举自己的孩子，让孩子走得更远一点，过得更好一点。很多时候当我们长大以后再回头看，会慢慢理解妈妈这个角色真的很不容易。一个妈妈身上承担的责任其实非常多，不只是照顾生活起居，还有很多看不见的牺牲和付出。当然我这里说的是那种真正愿意为孩子付出，愿意托举孩子往前走的妈妈，因为现实里也确实存在另一种情况，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被妈妈深深爱着的环境里长大。有些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大概也很难真正理解这种感受。出生在一个没有被好好爱着的家庭，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其实是很深的缺失。但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一些妈妈真的在用自己的方式托举孩子的时候，就会格外有感触。比如像小梅的妈妈，
还有兰姐，她们身上其实都有一种很明显的特质，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愿意站在孩子身边，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持孩子往前走。也许每一代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比较温柔，有的人比较强势，但那种愿意为孩子承担、为孩子铺路的心，其实是能被看见的。很多时候，一个人能不能有底气走在人生的路上，背后有没有人曾经托举过他，其实真的会产生很大的差别。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小梅和兰姐身上的一种特质，就是她们身上的那股精气神。那种感觉不是简单的外表状态，而是一种整个人的气场，看起来就是很有活力，很有力量。小梅生完孩子才13天，整个人的状态已经恢复得很好，水肿也慢慢消了，体重也回到了47千克。对很多女生来说，这种恢复状态真的会让人很开心，因为生产之后身体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能够一点一点恢复回来，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有成就感的事情。其实很多妈妈在产后都会经历身体的调整期，所以看到小梅现在这样的状态，多少也能看出她确实有在好好调养自己。那天兰姐在直播的时候，刚好有网友提醒她说小梅那边也开了直播，兰姐当时的这么说的：扯不动了。刚刚我媳妇儿开播了，就是我说别播媳妇儿，太累了伤气，直播特别伤气，伤气血好好养啊。那天兰姐在直播里说了一句话，其实挺真实的。她说直播是很伤气血的，还让小梅好好养着身体。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直播不就是坐在那里聊天吗？好像很轻松，但真正做过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首先，直播是一个长时间高度消耗精力的过程，一场直播往往就是几个小时，人要一直保持清醒的状态，不停地看评论，不停地回应网友的问题，还要随时找话题跟大家聊天，让整个直播间的气氛保持活跃。这个过程其实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反应能力和表达能力，因为网友的问题是随时跳出来的，你要一边思考一边回答，还要顾及情绪、语气、分寸，这对精神其实是很大的消耗。再加上镜头一直开着，人其实是处在一种持续被关注的状态，很多细节都会被放大，所以整个人必须一直维持状态，这种心理上的紧绷也会慢慢消耗体力。还有一点，很多人容易忽略，就是直播的时候人几乎是一直在说话，长时间说话本身就是一件很耗气的事情，声音、呼吸、情绪都会跟着一起消耗，所以很多主播下播以后都会觉得非常疲惫。所以我其实也挺认同兰姐那句话的，小梅现在刚生完孩子，身体还在恢复阶段，好好养着真的比什么都重要。今天这个视频其实也聊得有点长了，但有时候不管是直播还是做视频，都是一件很耗心力的事情。其实很多工作都是这样，看起来简单，但真正去做的人才知道其中的辛苦。人有时候很容易用自己的想象去评价别人的生活，但当你真正走进一件事情里，才会明白每一份看似平常的努力背后，都有别人默默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人最基本的善意，就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保持一点理解和尊重。最后也祝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都能慢慢找到节奏，认真生活，温柔待人，也愿每个人付出的努力都能被生活温柔地看见。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评论区见。